美国的房贷利率为什么一直都降不下来？因为真正决定利率的不只是美联储。这段时间，很多人都在盯着一个问题：美国的房贷的利率到底什么时候才能降下来呢？是等美联储、等通胀、等经济衰退？但是有一件事情几乎没被普通购房者注意到，却正在悄悄改变房贷市场的底层逻辑。房利美 （Fannie Mae） 和房地美 （Freddie Mac） 最近开始留着更多的房贷，不着急卖了。这两家机构目前账上一共还持有超过2340亿美元的存量房贷资产。一件不吭声的事反而更关键了。过去几年，房贷利率居高不下，买房的人嫌贵，卖房的人不敢卖，整个市场就像被按下了暂停键。官方当然也知道这个问题，但是不能明说着我要压低利率，怎么办呢？从金融系统内部动手。房利美、房地美本来就是美国房贷体系里面的中枢神经，大部分普通人的房贷最后都会被他们买走、打包再卖给市场。但是最近他们做了一件反常的事情，不卖那么多了，自己留着。为什么要自己留着呢？利率反而可能下降吗？房贷在美国本质上也是一种商品，这个商品被打包成 MBS 抵押贷款证券卖给投资人。当市场上这种商品变少的时候，投资人想买却发现货没有那么多，为了抢到，只能接受更低的收益率。收益率低了，房贷利率自然就会被往下拉。不是贷款突然变便宜了，而是卖贷款的人变少了。这不是喊口号式的降息，而是一种非常美国式金融系统内部的慢动作调控。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官方当然没有开发布会说清楚，但是市场的基本有3个判断：住房压力已经压不住了，房价没怎么跌，利率又高，普通家庭的购买力被死死地摁住。如果房贷利率再不松，交易量、就业、税收都会被拖累。通过内部降温，比正面干预安全得多，为未来铺路。房利美、房地美未来是否完全回归市场化，一直是一个长期的议题。如果要面对资本市场，账面收益、资产质量、稳定现金流都很重要，多留一些优质的房贷在自己手里，并不一定是坏事。配合降息周期放大效果。美联储已经进入降息周期，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基准的利率降了，房贷的利率却降得很慢？原因在于市场中间的环节太多，现在房利美、房地美这一手，相当于帮降息加了一个杠杆。那对普通人到底意味着什么呢？先说实话，别指望立刻回到3%的时代，那个阶段已经过去了。但是下面这几件事情是实打实的变化方向，对准备买房的人，利率继续往上冲的空间越来越小，即便不大跌，也可能进入缓慢下行波动区间。对已经有房贷的人，再融资窗口可能重新打开，尤其是2023年到2024年高点进场的人，你不需要判断利率的斩腰，你只要降到0.75到1%，现金流就完全不一样了。真正重要的不是会不会降息，而是你要看懂一件事情，现在的房贷利率已经不只是美联储一个人说了算，政策、金融机构、市场机构都在用不吭声的方式重新塑造房贷的本身。很多人还在等一个重大的宣布，
但是真正的变化往往发生在没人注意的地方。房利美、房地美这一手不是烟花，它可能是真正开始松动的第一道缝。房贷利率再度微调30年期平均利率降至6.18%，30年期抵押贷款的平均利率小幅下调，但是仍然维持在过去2个月形成的窄幅区间内。抵押贷款机构房地美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30年期固定利率抵押贷款的平均利率由上周的6.12%降至到6.18%，相比时下1年前该利率平均为6.85%。与此同时，15年周期的固定利率抵押贷款的借贷成本略有上升。房地美表示，本周该贷款的平均利率为5.5%，高于上周的5.47%，而1年前的平均利率约为6%。15年期贷款的通常受到再融资购房者的青睐。抵押贷款利率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包括联储的货币政策走向，以及债券市场投资者对经济增长和通胀前景的预期。利率走势通常与10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密切相关，后者被房贷机构广泛地用作住房贷款定价的重要参考指标。自从10月30日30年期抵押贷款的利率降至6.17%，创下了1年多以来的低点后，该利率在随后的几周内基本保持稳定。在市场预期联储将启动降息周期的推动下，抵押贷款的利率自7月开始走低。联储于9月正式开始降息，并在此后持续调整利率。不过，联储并不直接设定抵押贷款的利率，其政策主要是通过影响通胀预期和国债收益率，间接地作用于住房贷款的成本。即便如此，降息并不一定立即或必然带来更低的抵押贷款的利率。对于能够全款购房或者在当前的利率水平下承受贷款成本的买家而言，市场的环境近1年前有所改善。房屋挂牌数量同比明显增加，由于销售周期拉长，不少卖家下调了最初的挂牌价格。不过，对于许多潜在的购房者来说，房价依然构成主要障碍，尤其是缺乏现有住房净值支持的首次购房者。此外，经济前景和就业市场的不确定性也促使部分的买家选择继续观望。数据显示，11月份美国二手房的销量环比有所回升，但同比增速放缓，出现自5月以来的首次同比下降。尽管长期的抵押贷款利率接近年内的低位，今年的11月份的销量同比下降0.5%。经济学家普遍地预计，明年30年期的抵押贷款的平均利率将略高于0.6%。这轮房贷的利率下行，并非房地产过热，而是宏观环境变化带来的金融条件的修复。通胀降温，政策利率预期下调，银行的资金成本回落，三者共同的作用，才让房贷利率出现区域性的快速回落。一句话总结，美国房贷利率正在整体下行，但是州与州之间差距依然是巨大的，买房的成本早已经不是一个全国统一的问题。这轮降息对房地产是长期利好，短期有限，但对每一个人真正关键的是你的现金流，而不是和你利率相关的新闻。和我们一起洞察美国房地产，建立您的被动收入渠道。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欢迎订阅。